你只是在监狱打了个螺丝，境下的全球大佬连夜开启紧急会议，就连狱霸都要跪地祈祷，只因你觉醒了万物解析系统，只要废铁在你手里都能变成可及神物。此刻你走出星城第一监狱沉重的合金大门，冰冷的雨水如同细密钢针，狠狠砸在你单薄的灰色囚服上。你低头看着自己满是老茧和伤疤的双手，3年了，3年前你是星城公认的第一天才 S 级雷系异能觉醒者，可你惨遭暗算，那些人用克制的仪器封禁了你的雷系异能本能，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苦，你至今记忆犹新。如今你的异能评级定格在觉醒方向为机械修理，在这个易受红旗异能者备受尊崇的时代 ，F 级机械修理连进入前线战场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终日与机械零件打交道。你脸上没有多余的神情，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迈开脚步向前走去。就在这时，路边一辆被幽蓝护盾包裹的豪华磁悬浮车弹开了欧一姆，车里坐着一男一女，林若雪，林家的养女，曾与你有指腹为婚的婚约。此刻他微微扬起下巴，眼里满是居高临下的疏离，还有藏不住的嫌弃。而他身边的楚风，楚家的少爷，正是3年前设局封禁你异能，夺走你一切的人。如今的楚风是星城炙手可热的F级火系天才，他肆无忌惮地搂着林若雪，嘴角挂着戏谑的笑。终于出来了。楚风靠在真皮座椅上嗤笑一声，手指轻轻一弹，一簇赤红色的火焰猛地从他指尖窜出，周围的雨水瞬间被高温蒸发成白气。S 级火系的威压散开，周围站岗的安保人员和路人纷纷侧目，窃窃私语起来。那就是江柏，曾经的天才，现在就只是个 F 级的普通人，得罪了楚家，异能都掉到 F 级，也就只能修机械了。听着这些议论，楚风笑得更张扬了，故意把狂暴的热浪一波接一波往你面前滴。林若雪从车里抽出一份文件，像扔废纸一样随手扔到了车外，白纸落在你脚下的泥水里，瞬间被浸透。退婚书，她的声音清冷，带着傲慢。你现在只是个 F 级的普通人，连和我并肩的资格都没有。签了它，以后别再打着和我有婚约的名号行事。他死死盯着你，试图从你那张平静的脸上看到虚弱、不甘或是崩溃，但你没有，你的眼神像一潭深水，没有弯腰去走，直接抬起脚向前走。沉重的靴子狠狠踩在那份退婚书上，泥水飞溅，林若雪的签名被你彻底踩碎在污泥里。林若雪愣了一下，随即一股火气直冲脑门。张白，你装什么清高？认清现实吧！你现在连让我多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你停下脚步，转过头，隔着雨幕静静地看着气急败坏的你，声音极轻却字字清晰。你不过是我早已不在意的。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精准地穿透雨幕，让林若雪瞬间涨红了脸。楚风眼神一冷，指尖火舌狂野，不知死活的东西，你找死！你根本没理会他的回应。双手插兜，头也不回地扎进雨幕深处。星城边缘旧城区的废品回收站，这是你父母失踪前留给你的唯一财产。屋子里堆满了生锈的零件和报废的机械机甲，在别人眼里，这些只是毫无用处的废品，但你在监管所的3年里翻遍了所有机械服务，你很清楚，只要有适配的材料和稳定的能源核心，机甲足以撼动一切。只是你现在一无所有。突然，你的脑海深处响起了一道冰冷机械的声音：检测到宿主处于废品富集区，万物解析系统绑定成功。功能1：提取废品核心属性。功能2：无视物理限制，融合重塑，徒手造物。你瞳孔猛地一缩，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废品站摇摇欲坠的铁门被一股巨力轰然踹倒，重重砸在废铁堆上。一个染着黄毛的青年，带着4个身形壮硕的壮汉，大摇大摆地踩着铁门走了进来。黄毛嫌弃地捂着鼻子，一脚踢飞脚边的生锈铁锅，冲你恶狠狠地开口：江白，楚少发话了，让你今天天黑前滚出星城。楚少怕你再纠缠林小姐，吩咐了，得先让你彻底没能力再出现在他们面前。黄毛一挥手，4个壮汉拎着沉甸甸的合金铁门，立刻将你死死堵在工作台前。你没动，因为此刻你的视线里正疯狂刷新着幽蓝色的数据流。生锈铁锅提取属性坚固+1，报废马达提取属性动力+3，烧毁的电路板提取属性导电+1。你能直接把这些废旧零件里的属性抽出来。重造装备，黄毛见你不吭声，以为你吓傻了，不耐烦的大骂：还愣着干什么？动手！一个壮汉狞笑着举起铁棍，带着风声狠砸向你的膝盖。你眼神一凝，本能向后一闪，铁棍擦着你的裤子，把水泥地砸出一个坑，还敢躲？黄毛怒吼一声，右臂的皮肤瞬间硬膨胀，眨眼间化作一条粗壮的岩石巨人。2阶岩石异能催动，带着压迫感的风压系，那只岩石巨拳直奔城面。千钧一发之际，你的目光死死锁定了工作台角落里的一节报废结构，电机盾提取。你在心里发出一声低喝，或者微弱雷电之力+5，坚固属性+3。你猛地弯腰，一把死死攥住那根破烂的握柄，融合。你毫不犹豫地把刚提取的属性疯狂灌入进去，奇迹瞬间爆发，铁锈如同灰尘般速速掉落，断裂处瞬间重组。紧接着，一股幽蓝色的狂暴电弧从握柄处冲天而起，刺鼻的臭氧味瞬间散开，滋滋的电流声中，电击棍在你手中发出嗡鸣，仿佛一头苏醒的雷电猛兽。此刻，黄毛的岩石巨拳已经到了你眼前，你毫不退缩，双手紧紧握住闪烁着刺目雷光的电棍，腰部猛地发力拧转，迎着他的拳头，毫无保留的狂抡而下，给我碎！轰！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在狭小的废品站内轰然炸开，黄毛脸上那嚣张的笑容瞬间僵死。他引以为傲的2阶岩石装甲，在碰到你这根棍子一刹，就像脆弱的豆腐渣。黄暴的幽蓝电弧带着恐怖的穿透力，瞬间击穿了岩石防御。咔嚓，粗壮的岩石巨壁上瞬间爬满蜘蛛网般的裂纹，伴随着一声爆响，整条手臂的岩甲轰然碎裂成一地石块。失去了防御，黄暴的电流毫无阻碍地灌入黄毛体内，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头发根根倒竖，浑身剧烈抽搐，直挺挺地砸在地上，彻底失去了意识，全场死寂。剩下的4个壮汉举着铁棍，彻底僵在原地。他们看了一眼地上失去意识的黄毛，又惊恐万分地看着你手里电光缭绕的装备，满脸的不可置信。你面无表情，眼神冷冽如刀，提着滋滋作响的电击棍，一步步逼
向他们，跑，快跑！一个壮汉终于崩溃了，扔下棍子转身就逃。你眼神一寒，猛地踏出一步，身体如猎豹般窜出，一棍横扫，蓝光划破昏暗，砰的一声，那个壮汉被狂暴电流直接抽飞3米远，重重砸在废弃汽车外壳上，当场失去了行动能力，剩下3个吓得肝胆俱裂，双腿一软，直接跪在地上，拼命磕头。蒋先生，饶命啊！我们都是拿钱办事。你根本不听废话，手腕连翻，砰砰砰，电击棍精准落下，3人连惨叫都没发出，齐刷刷的翻倒在地，彻底失去了意识。你走到黄毛身边，抬起靴子，重重踩在他的胸口，电击棍缓缓下压，直接抵住他的脖子，幽蓝电弧瞬间烤焦了他领口的布料。楚风派你来，除了赶我走，还有什么目的？你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声音冷得掉冰碴。我说，黄毛彻底吓破了他。出手看上了你这块地皮，想买下来建私人训练场。你眼中闪过凛冽的寒意，一脚踢在黄毛的太阳穴上，黄毛彻底晕死过去。你像拖重物一样，把这5个人全拖出门外，扔进泥泞的水洼里，关上了铁门。你低头查看手中的武器，系统面板弹出信息：雷霆战棍，堪比3阶异能武器，属性击穿3阶以下能量防御，绝对坚固。你深吸了一口气，仅几个废旧零件的属性就能徒手搓出3阶装备，只要给你足够的材料，你就能缔造出足以撼动世界的机械军团。就在这时，门外再次传来隐形的轰鸣声，高跟鞋踩在积水上的哒哒声传来，大门被用力推开。林若雪撑着伞，嫌弃的捂着鼻子走了进来。她扫了一眼门外泥水里的井，又看了看屋内的胶盒，眉头死死锁在一起。江白，你是不是疯了？林若雪的声音充满了恼怒。你为了引起我的注意，竟然敢打伤楚风的手下，你想给自己惹麻烦吗？她从包里掏出一张金卡，像施舍一样扔在工作台上。10万块，拿着滚出星城。下个月的全城异能大考，楚风马上就要突破4阶了。你这种只会摆弄机械零件的人，永远不懂他的强大。你看都没看那张卡一眼，转身走到工作台前，抓起一台报废的微波炉，拿起螺丝刀，利落的拆解起来，完全无视了他的存在。这种彻底的无视，让林若雪感到了莫大的屈辱。江白，你聋了吗？他恼羞成怒的尖叫，活该一辈子跟这些破烂打交道。你手腕一用力，咔吧一声拆下磁控管，终于停手，转过头，用冰冷的眼神看着气急败坏的他。带着你的钱滚，别脏了我的地方。林若雪气得浑身发抖，指甲掐进肉里。好得很。大考那天，我会让你亲眼看到你和楚风的差距，到时候他会把你远远甩在身后。他猛地转身，摔门离去。你放下零件，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异能大考，正好你正愁新造出来的装备没有合适的测试目标，楚风这个送上门的靶子再合适不过。为了迎接大考，你需要更多更优质的属性。你从墙角扯下一件黑色斗篷披在身上，推开门，毫不犹豫的一头扎进冰冷的雨夜。目标：星城正规物资交易市场废旧机械区。星城物资交易市场废旧机械区，雨水冲刷着斑驳的泥瓶招牌，空气中弥漫着机油与铁锈的味道。这里是整个星城废旧机械最集中的地方，佣兵、机械师、商人混杂其中。你披着黑色的盖帽斗篷，低调地穿行在街道上，道路两侧堆满了像小山一样的废旧机械和战术装备。在普通人眼里，这些都是毫无价值的工业垃圾，但在你眼中，这里简直是遍地黄金的宝库。系统开启全功率扫描，你在心底默念：视网膜上，幽蓝色的数据流犹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所过之处，无数半透明的属性矿疯狂弹起。报废的履带，提取属性韧性+2，折断的合金战刀，提取属性锋利+3，烧毁的能量护盾发生器，提取属性能量防御+1。你没有丝毫犹豫，双手在那些废旧零件上快速掠过。在外人看来，你就像个在整理废旧物资的机械师，提取，全部提取。随着你的动作，那些废品表面残存的金属光泽彻底暗淡，化作毫无用处的废渣。而你的系统空间里，基础属性正在疯狂暴涨。有了这些底蕴，你随时能组合出大批常规装备。就在你准备前往下一个废旧机械堆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系统警告声：警告，检测到高维能量残骸。你脚步一顿，斗篷下的双眼猛地爆发出金光。高维能量，这可是系统绑定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级别的提示。你顺着系统的雷达指引，快步走到角落里的一个地摊前。摊主是个脸上带疤的中年男人，正抽着烟。摊位上随意摆放着一堆被高温熔毁的战车残骸，黑漆漆的，散发着焦糊味。你蹲下身，在一堆黑灰和废铁中翻找。很快，你的手摸到了一块拳头大小、布满裂纹的晶石。晶石表面暗淡无光，看起来和普通的焦炭没有任何区别。但你眼前的系统面板却在疯狂闪烁着红光。老板，这块废铁疙瘩怎么办？你捏着晶石，语气平淡地问道。摊主吐出一口烟圈，瞥了你一眼。从前线拖回来的战车残渣，早就被易售的火炉烧废。你要是想要，随便给个50块拿走。你没有废话，直接掏出一张50块的纸币扔在摊位上，将晶石塞进怀里，转身就走。走到一条无人问津的死胡同，你确认四周没有监控和旁人，立刻将那块晶石拿了出来，提取。话音刚落，那块布满裂纹的晶石瞬间崩碎，化作一地粉末。紧接着，一团只有指甲盖大小、纯黑色的火焰，静静地悬浮在你的手心之上。黑色的火焰在掌心跳跃，连周围的雨水都被瞬间蒸发成虚无。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炸响，成功提取变异属性湮灭之火，可成长。属性说明来自3阶火系灵石的变异核心，拥有吞噬并中和一切异能的特性。你死死盯着掌心的黑火，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楚风引以为傲的 S 级火系异能，在这团能中和异能的湮灭之火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不过这股能量太过狂暴，普通的铁管和刀刃根本承受不住它的威力，强行融合只会瞬间损毁，需要一个极其坚固且能承载狂暴动力的载体。你大脑飞速转换，很快想到了废品站角落里那台生锈的军用 V8 汽车引擎，只要把那台引擎拆走，配合刚才收集来的大量坚固属性，绝对能手搓出一件强力装备。你收起湮灭之火，转身准备赶回废品站。
就在你即将踏出死胡同的瞬间，身后阴暗的雨幕中突然传来一阵不紧不慢的脚步声。兄弟，50块钱就买走了一颗变异的3阶火系灵石，你是不是太不把市场的规矩放在眼里了？你转过身，雨水顺着斗篷边缘滴落，胡同口站着一个干瘦男人，手里把玩着一把泛着寒光的匕首，把灵石交出来，我让你活着走出这里。干瘦男人上前一步，语气冰冷，你没有说话，右手握住了藏在斗篷下的雷霆战斧。干瘦男人见你不吭声，冷笑一声，找死！他猛地加速，匕首带着一阶风系异能的青色光芒，直刺你的咽喉。抬手，幽蓝色的电弧瞬间照亮了昏暗的木头，砰的一声，雷霆战棍精准砸在匕首上，高压电流顺着金属刀刃狂涌而出。干瘦男人连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浑身抽搐着倒在水洼里，彻底失去了意识。你跨过他的身体，快步离开市场，回到了废品站。你拉下卷帘门，反锁，脱下湿透的斗篷，走到工作台前，意念一动，那团指甲盖大小的湮灭之火悬浮在半空。这东西能量太狂暴，普通的载体根本承受不住。你的目光投向角落，那里放着一台生锈的军用 V8 汽车引擎，旁边还堆着几块报废的重型装甲板。系统提取目标：报废的军用 V8 引擎，获得极致动力加10。目标：报废的重型装甲板，获得高阶坚固加8。引擎和装甲板瞬间失去光泽，化作一地粉末。你深吸一口气，伸出右臂，融合湮灭之火、极致动力、高阶坚固3股截然不同的属性在系统强行干预下，疯狂涌向你的右臂。剧烈的能量波动在废品站内炸开，火花四溅。你咬紧牙关，汗水瞬间浸透了衣服。右臂正在经历超越物理常识的重组，伴随着一声沉闷的机械轰鸣，融合完成。你抬起右臂，原本的右臂此刻变成了一件充满力量感的机械造型，通体暗红色的金属装甲，完美贴合肌肉线条。小臂外侧分布着微型排气管，关节处齿轮紧密咬合。在机械臂的手背核心位置，那团黑色的湮灭之火正在安静燃烧。系统面板弹出，爆裂机械右臂，物品等级堪比4阶异能武器，物品属性10吨全力，湮灭黑炎，可中和一切异能。你握紧拳头，齿轮转动的声音清脆悦耳，机械臂完美契合神经末梢，没有一丝迟滞。你走到那辆报废的重型卡车前，腰部发力，右臂上的排气管猛地喷出炽热的蒸汽，核心处的黑火瞬间爆燃，一拳轰出，砰！10吨的恐怖力量倾泻而出，厚重的卡车装甲就像纸糊的一样，被瞬间贯穿，一个脸盆大小的破洞赫然出现，洞口边缘的金属正在被黑色的火焰快速融化，化作铁水滴落在地。你看着眼前的破坏力，十分满意，这威力足够正面硬刚3阶异能者。就在这时，废品站外突然传来极其微弱的破空声，一股冰冷的气息瞬间锁定了你。你猛地转头，右臂核心的黑火再次升腾，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从墙头传来：“楚少说的没错，你果然藏了秘密。不过你的命今晚归我了。”话音刚落，轰的一声巨响，废品站本就破旧的铁皮屋顶被一股狂暴的青色龙卷风硬生生撕裂掀飞，漫天雨水混合着生锈的铁皮残骸狠狠砸进屋内。3道穿着纯黑作战服的身影从3个方向跃入废品站，彻底封死了你的所有退路。墙头说话的男人落在正前方，双手握着2把萃满麻痹药剂的东西，左边是一个浑身散发着刺骨寒气的壮汉，右边则是操控锋刃的短发女人。3名3阶巅峰异能者，一个 F 级的普通人，也觉得我们3个一起出手。楚少真是太谨慎了。风系女人冷笑一声，毒系男人盯着你那条暗红色的机械右臂，管他是什么，拿下他回去交差。那条机械胳膊挥舞，动手！兵系壮汉怒吼，3名异能者同时爆发，狂风呼啸，几道半米长的青色锋刃撕裂空气，切碎了沿途的废旧汽车外壳，封锁了你的左轮。毒系男人双手挥动，麻痹药液化作漫天绿雨，带着极强的腐蚀性铺天盖地扫进。兵系壮汉双臂交叉，在身前凝聚出一面足有半米厚的冰霜巨盾，他像一辆全速冲刺的重型坦克，踏碎地面的基础，朝着你狂暴冲撞过来。风、毒、冰3种异能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拦截网，换作任何一个3阶异能者，面对这种阵型都很难全身而退。但你连退半步的打算都没有，你微微下蹲，右腿猛地蹬地，脚下的水泥地面瞬间炸出大坑。你迎着那张异能拦截网，正面冲了上去，找死！兵系壮汉大喝，冰霜巨盾上的寒气再次爆腾，连周围的空气都要被冻结。你抬起机械右臂，小臂外侧的微型排气管猛地喷射出灼热的高压蒸汽，隐藏在装甲内部的 V8 引擎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齿轮疯狂咬合转动，手背核心处那团纯黑色的湮灭之火瞬间爆燃，化作一道黑色的火柱，缠绕在整个机械拳头上，连漫天落下的药液都在靠近黑火的瞬间被直接蒸发成虚无。10吨，你低语，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朴实无华的一拳，带着机械的狂暴动能，狠狠砸在冰霜巨盾上，砰！2股力量相撞，爆发出一圈肉眼可见的气。兵系壮汉引以为傲，号称连穿甲弹都能挡住的3阶冰盾，在接触到机械铁拳的瞬间，连0.1秒都没撑住，咔嚓一声，坚硬的冰层迅速布满裂纹，随后轰然炸碎。10吨的恐怖巨力叠加能中和一切异能的湮灭之火，毫无阻碍地贯穿了壮汉的防御。壮汉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整个人被这股力量当场轰飞，重重砸在墙上，彻底失去了战斗力。废品站内死一般寂静，风系女人和毒系男人彻底僵在原地，保持着释放异能的姿势，满脸的不可置信。好！毒系男人尖叫一声，转身就往外狂奔。风系女人也反应过来，拼命催动异能小号，来都来了，洗手！你开口，机械右臂的排气管再次喷出蒸汽，你身形如电，瞬间出现在风系女人身后，暗红色的机械手臂横扫而出，砰的一声，女人被直接抽飞，撞在废铁堆上，当场失去意识。你脚下不停，借力跃起，从半空中一脚踹在毒系男人的后背上，男人惨叫着砸碎了工作台，木屑和零件碎了一地，还没等他爬起来，你已经大步上前，一只暗红色的机械大脚死死踩在了他的胸口，黑色的湮灭之火顺着装甲蔓延，瞬间将男人包裹。男人发出一声惨叫，2秒后便彻底失去了意识，瘫软在地。战斗结束，用时不到10秒。你甩了甩机械右臂上的污渍，齿轮转动的声音在寂静的废品站里清脆作响。你刚准备转身收拾残局，动作却猛地一顿，机械右臂再次抬起，核心黑火瞬间锁定废品
品站外的一处黑暗角落，排气管发出低沉的轰鸣，随时准备轰出下一拳。看了这么久，不打算出来打个招呼吗？你开口。雨幕中传来一阵沉稳的军靴踩水声，哒哒哒，一道高挑修长的身影缓缓走入废品站的灯光下。女人穿着一身笔挺的深黑色城防总署制服，肩章上的星辉在雨中闪烁。她留着利落的齐肩短发，身姿挺拔，带着一股久经沙场的沉稳气场。苏清寒，星城城防总署最年轻的总指挥官，掌管着整座星城的异兽防线。他盯着你那条还在滴落雨水的机械右臂，又看了一眼地上失去意识的警察，红唇微起，能把一堆废旧零件变成一招制服3阶异能者的装备。江白，你这只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我的东西不对外出售。你冷淡开口。看完了，可以走了。苏清寒没有动，他低头看了一眼地上，又看向被轰出大洞的报废卡车，最后目光落回你那条暗红色的机械右臂上。3阶巅峰的异能者，10秒被你全部制服，用的不是异能，是纯机械手段。一条用废品搓出来的机械臂，打出了4阶异能武器的威力。这种技术，整个联邦的军工部门都造不出来。他停在2米外，与你对视。你觉得你今晚制服了楚家3个职业护卫这件事能瞒多久？你沉默。苏清寒说的是事实，3个3阶护卫失踪，楚家一定会追查，而你目前只有一条机械右臂，远不够应对楚家的全面针对。说条件吧，你直接到。苏清寒嘴角微微上扬，痛快。他从军装口袋里摸出一块芯片，扔给你。这是一台军用主战机甲的核心控制模块，型号暴风。3个月前在前线和5阶异兽交战时受损，总署的技术部门修了2个月，没修好。你接住芯片，系统自动启动扫描，幽蓝色的数据流在视网膜上飞速滚动。军用主战机甲暴风核心控制模块损伤程度：核心能量回路断裂37处，神经链接协议崩溃，修复难度极高。你皱了皱眉，这东西的损伤确实棘手，总署修不好很正常。传统的修复方式需要逐条焊接断裂的能量回路，任何一处偏差都会导致整个模块爆裂。但如果用系统的提取和融合，等于直接跳过修复过程，重铸一个全新的核心。能修，你把芯片收进口袋。苏清寒点头。交换条件，我提供总署内部的高阶报废机甲残骸，你修好核心，并且对今晚发生的一切保密。高阶报废机甲残骸什么级别？你问。4阶到5阶之间，前线退役的战损机甲，能量核心基本报废，但骨架和装甲材料还有残余价值。总署处理这些废品的成本太高，一直堆在仓库。苏清寒平静道：4阶到5阶的战损机甲残骸，你心跳猛地加速。那些东西在总署眼里是处理不掉的废物，但在你的系统面前，每一块残骸都是一座属性宝。成交。你没有犹豫。苏清寒掏出通讯器，对着里面说了一句话。不到3分钟，废品站外响起沉重的引擎声，2辆军用重型运输车停在门口，车斗上盖着防水帆布，帆布下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金属箱子。4个穿迷彩服的安保人员跳下车，利索地将箱子搬进废品站。第一箱被打开的瞬间，你瞳孔微缩，箱子里塞满了被高温灼烧过的装甲碎片和扭曲的机甲骨架。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一堆废品，但你的系统面板已经彻底刷新，密密麻麻的属性矿如同烟花般在视网膜上炸开。4阶战损装甲板，高阶坚固加15，高阶韧性加12。4阶机甲关节组件，高阶灵活加18。5阶机甲脊椎骨架严重损坏，极致承载加25，极致传导加20。4阶能量管线残骸，高阶能量循环加14。满屏的属性提示，看得你心头震动。这些东西随便拿出一点，提取出来的属性都抵得上你在市场收集一整天的财。更恐怖的是那根5阶机甲的脊椎骨架，光是极致承载加25这一条属性，就足以打造出一件能扛住5阶攻击的防御装备。一共8个箱子，全部打开。你站在满地的高阶废品中间，系统面板上的数据刷得你眼花缭乱。够了。苏清寒观察着你的表情变化，开口道：够了。你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兴奋。苏清寒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停下脚步，提醒你一件事：3天后全城异能大考。楚风在大考上布了局，他已经提前买通了3个考官，准备在实战考核环节把你困在高级异兽区。你靠在工作台边，把玩着一根5阶机甲的关节零件，嘴角勾出一丝冷笑。大考那是他们自己挖好的坑。苏清寒没再说什么，走进雨幕中，军用运输车的引擎声渐渐远去。你拉下卷帘门，反锁，站在废品站中央，环顾四周，8箱总属高阶废品，加上之前从市场搜刮来的大量基础属性，加上系统空间里储存的湮灭之火材料，够了。你扯过一张满是油渍的草稿纸，开始疯狂画设计图。光靠一条机械右臂远远不够。楚风有 S 级火系异能，有楚家势力，有买通的考官，有提前安排的人。那你将来就用8箱废品搓出一套完整的机械战甲，把楚家精心布置的局彻底击碎。凌晨3点，废品站里火花四溅，你戴着护目镜，赤裸的上身，左手提取，右手融合，5阶脊椎骨架的属性被抽取出来，灌注进一块块装甲板。4阶关节组件分解重组，化作灵活的机械骨。能量管线被重新编织，构成遍布全身的动力网络。系统的提示音一刻不停。融合成功，重装胸甲核心模块完成。融合成功，动力腿部组件完成。融合成功，背部推进器单元完成。你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和机油，盯着工作台上逐渐成型的机械部件，这不再是一条手臂，这是一套完整的、足以碾压一切的重装动力战甲。3天，你看着图纸，3天时间足够你把这堆废品变成楚风的噩梦。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水，你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盯着工作台上那堆半成品的机械部件，突然想起一件事：苏清寒给你的那块暴风核心控制模块，扫描时检测到37处能量回路断裂。他说总署技术部门修了2个月没修好，但以系统的能力，你最多只需要半天就能搞定。问题是，苏清寒为什么非要找你？你从口袋里掏出那块芯片，重新启动深度扫描，系统面板上的数据重新刷了一遍。这次你看得更仔细，在37处断裂的能量回路最深处，系统标注了一行极小的红色警告文字。你瞳孔猛缩，警告，检测到深层逻辑植入坐标锁定你微型自毁阵列。你冷笑一声，原来
原来这不是单纯的战损，而是有人故意在核心里埋了隐患。系统提取后门协议，提取成功，获得变异属性，隐匿追踪加10，狂暴自毁加15。你直接把这2条属性抽了出来，揉进了自己的动力战甲图纸，接着意念一动，融合，受损的能量回路在系统干预下瞬间重组，不到10分钟，原本报废的核心模块焕然一新，散发出平稳的幽蓝光芒。搞定核心，你转头看向工作台上已经完工的重装动力装甲，8大箱总属高阶废品被你全部榨干。此刻，一套通体暗红、布满排气管和精密齿轮的重型机甲静静伫立，它充满了力量感，核心处封装着湮灭之火，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压迫感。但这东西太惹眼了，你走到废品堆里，拆了几块最破的生锈铁皮和废旧水管，开始给装甲做伪装外壳。2个小时后，威风凛凛的动力装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辆造型极其普通、看起来有些老旧的重型机车。你拍了拍生锈的车把手，眼神冷冽。大考见！3天后，新城体育中心全城异能大考现场，人声鼎沸，几百架微型无人机在半空盘旋，向全城进行实况直播。看台上10几万观众座无虚席，一辆极具科技感的银色悬浮豪车从天而降，尾部喷射着湛蓝的粒子光焰，稳稳停在考场中央的红毯前。车门向上盘开，楚风穿着一身纯白色的高阶定制战斗服，周身隐隐散发着4阶火系异能的狂暴波动，连周围的空气都被高温扭曲。他牵着林若雪的手，高调走出。林若雪一袭昂贵的冰丝长裙，妆容精致，像一只骄傲的天鹅依偎在楚风身边。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记者们蜂拥而上，长枪短炮瞬间对了过去。楚少，听说您前天刚刚突破4阶，这次大考是不是直奔榜首去？楚风单手插兜，嘴角勾起一抹傲慢，榜首只是起点，我的目标是打破星城10年来的实战积分记录。又有记者把话筒递给林若雪，林小姐，网传您的前未婚夫江白今天也会参加大考，他一个 F 级机械师，您觉得他能过第1关的力量测试吗？听到江白2个字，林若雪眉头微皱，对着镜头露出了一副悲悯的表情，轻轻叹了口气。江白他性格太偏执了，我早就劝过他，没有异能就安分做个普通人，他非要来这种危险的地方。如果他受了重伤，我会替他付医药费，毕竟相识一场。这番话瞬间引爆了全网直播间的弹幕，全是对2人的赞美和对江白的嘲讽。楚风在一旁冷笑，顺势搂住林若雪的腰，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大家没必要关注。今天的大考是属于异能者的舞台。就在全场为楚风和林若雪疯狂欢呼，气氛到达顶点的时候，一阵极其沉稳的引擎轰鸣声突然从体育中心入口处传来，硬生生盖过了现场的欢呼。全场死寂，所有人，包括几百个直播镜头，齐刷刷的转头看向入口。你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跨坐在一辆外形普通的老旧机车上，缓缓驶入考场。这辆机车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有些破旧。随着车轮碾过地面，机车发出平稳的轰鸣，全场愣了足足3秒，紧接着爆发出此起彼伏的议论声。这就是那个江白，骑个旧机车来参加异能大考 ，F 级机械师来凑什么热闹？他怕是连测试杯都摸不到吧？你面色平静如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无视了全场10几万人的议论，拧着油门将这辆机车直接开到了测试区边缘，稳稳停下，熄火，拔钥匙。你拍了拍车把手，翻身下车。楚风带着一群人大步走过来，看着你就像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居高临下的开口：江白，你以为骑个机车过来就能改变你 F 级的现状？你连站在我面前比拼的资格都没有。林若雪捂着鼻子，满脸嫌恶的后退了2步，仿佛你身上的机油味会脏了他的呼吸。江白，你非要在全城人面前出丑才甘心吗？你终于转过头，你的目光越过楚风和林若雪，就像看2团无关紧要的空气，冷冷吐出几个字：挡路了，滚开！楚风脸色一沉，眼中闪过一丝暴虐，但他忍住了。今天全程直播，他要在实战考核里名正言顺的赢过去。好，很好。楚风冷笑，我倒要看看你这废物怎么过第1关。一名穿着制服的考官拿着电子记录板，一脸不耐烦的走过来。江白是吧 ？F 级机械修理。考官连记录仪都懒得打开，指着旁边一块3米高的黑色测试杯，马上进行第1项力量测试。别磨蹭，测完赶紧走人，别耽误后面的考生。力量测试杯由高密度合金打造，能精准承受并测算出5阶以下的所有攻击力。你走到黑色测试杯前，没有摆出任何发力的姿势，也没有运转一丝一点，而是转身看向了停在旁边的那辆机车。考官皱起眉头，语气极其恶劣：你到底测不测？没有异能就用拳头打，打不出数值直接滚蛋。你的手指轻轻放在了机车油箱侧面的一个红色按钮上，你抬起头看向考官和楚风，嘴角扯出一个冰冷的弧度。测不过我怕你这块肥，不够我测的。你的手指刚触碰到机车油箱上的红色按钮，楚风却突然嗤笑出声，大步走上测试台。慢着！楚风居高临下的看着你这堆铁疙瘩，万一砸在杯上坏了，还得浪费时间清理。考官，不如让我先来，给这个人长长见识，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力量。考官面对楚风，脸上的不耐烦瞬间变成谄媚的笑。楚少说的对，您先请，正好让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看看差距。你没说话，手指从红色按钮上一抬，往后退了半步，冷眼看着楚风走到3米高的黑色合金测试杯前，他深吸一口气，周身猛地爆发出刺目的赤红色火焰，4阶火系异能全力运转，周围的空气被高温扭曲。楚风大喝一声，右拳裹挟着狂暴的烈焰，狠狠轰在测试杯上。轰！测试杯剧烈震动，顶部的电子屏幕数字疯狂跳动，最终定格在一个刺眼的红色数值上：10万战力 ，S 级伤害。全场寂静了1秒，随后爆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10万战力，破纪录了！星城10年来的最高纪录，不愧是楚少，4阶火系太恐怖了。楚风收回拳头，甩了甩手腕，挑衅的看向你，嘴角满是嘲弄。林若雪紧随其后走上台，她轻抬玉手，一缕极寒兵器在掌心凝聚，化作一柄冰蓝色的长剑，轻盈的刺中测试杯。65000战力，A级伤害。
伤害，全场再次欢呼，直播间的弹幕瞬间被刷爆，全都是对两人的赞美。林若雪走到楚风身边，两人并肩而立，他转头看向你，语气中带着高高在上的施舍。江白，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看台上的观众也跟着起哄，让你赶紧下去，别丢人现眼。你面无表情，重新走到那辆机车旁，考官连记录仪都没开，敷衍的摆摆手，行了，赶紧打一拳滚蛋，别耽误时间。你没有理会考官，你的手指再次按在了那个红色的按钮上，按下，咔嚓，一声清脆的机械咬合声响起，紧接着，在全场十几万人和几百个直播镜头的注视中，那辆老旧机车瞬间解体，无数暗红色的机械部件如同拥有生命一样，顺着你的双腿猛地向上攀，哐当，咔咔咔，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中，沉重的动力腿部组件咬合，重装胸甲核心模块强行闭合，背部推进器单元瞬间展开，短短3秒钟，你整个人被一套散发着恐怖威压的暗红色重装动力装甲完全包围，装甲表面布满精密的排气孔和齿轮，核心处隐隐透出黑色的火光，面罩落下，2道猩红的机械光芒在眼部亮起，全场的议论声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掐住了，戛然而止。十几万人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场中央那台凭空出现的钢铁机甲。楚风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林若雪更是惊愕地捂住了嘴。考官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连滚带爬的往后退。你没有废话，装甲右臂内部 V8 引擎发出野兽般的狂怒咆哮，排气管喷射出灼热的高压蒸汽。你抬起机械右臂，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异能光点，只是朴实无华的一拳，重重砸在3米高的黑色测试杯上，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号称能承受5阶以下所有攻击，坚不可摧的高密度合金测试杯，连1秒钟都没撑住，以你的拳头为中心，密集的裂纹瞬间爬满整座石碑。下一秒，整块测试杯直接炸成了漫天的粉末，强烈的冲击波横扫考场，掀翻了前排的几个考官。测试仪器发出凄厉的警报声，屏幕疯狂闪烁，最后跳出一个血红色的乱码，紧接着砰的一声，仪器当场短路炸裂，全场死一般的寂静，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所有人呆呆地看着漫天粉尘中那尊宛如战神般的机械机甲。你缓缓收回机械右臂，齿轮转动的声音在死寂的考场里格外清晰。你转过头，猩红的机械眼锁定楚风和林若雪，机械合成的声音冰冷刺骨，透着浓浓的嘲讽。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鸿沟。楚风脸色铁青，死死咬着牙，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和极度的癫狂。他猛地转头看向主考官，指着你大吼出声：他作弊，这是实力的测试，他借助外物，这根本不算他的本事。考官，我要求立刻取消他的大考资格。话音刚落，高台上的扩音器突然传来一道清冷的女声：取消他的资格。楚风，你是在叫我做事吗？清冷的女声通过扩音器传遍全场。高台 VIP 观赛席上，苏清寒缓缓站起身，她一身笔挺的深黑色城防总属制服，肩章上的金星在阳光下刺得人睁不开眼。全场十几万观众瞬间安静如鸡。楚风脸色猛地一板，他认出了这个女人，新城城防总署的最高指挥官，捏死楚家就像捏死一只蚂蚁。苏指挥官，楚风嚣张的气焰瞬间熄灭，低着头咬牙解释：江白他没有异能，这身铁皮分明是大考规则第7条，允许考生使用任何非一次性消耗类武器，机甲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苏清寒冷冷俯视着他，你有本事也可以手搓一台出来。楚风被对得哑口无言，脸涨成了猪肝色，拳头捏得咔咔作响，却连个屁都不敢放。苏清寒扫了一眼瘫坐在地的考官，还不宣布成绩。考官如梦初醒，连滚带爬的站起来，擦着额头的冷汗，结结巴巴的对着麦克风大喊：江白，力量测试突破极限，暂列第一。场馆内死一般的寂静，随后爆发出压抑的哗然声。林若雪站在楚风身边，精致的面容微微扭曲，她死死盯着那尊暗红色的机械机甲，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一个被她随手放弃的人，凭什么能抢走属于他们的风头？第2阶段模拟秘境实战考核现在开启。广播声适时响起，打破了尴尬的氛围。考场中央升起一道巨大的幽蓝色传送门，楚风眼神阴毒，退到人群边缘，招手叫来几个跟班，压低声音，眼里闪过一丝狠厉。到了秘境里，别管什么一手，第一件事把那个姓江的给我围起来，我要他这身铁皮变成他的累赘。几个跟班心领神会，露出了了然的笑。这边你操控着沉重的动力装甲，转身走向传送门。江白，等一下！林若雪突然踩着高跟鞋挡在你面前，她收起了刚才的嫌恶，换上了一副温和的姿态。你刚才的表现确实很亮眼，我承认我小看你，但实战考核不是靠蛮力砸实。秘境里异兽成群，你这身机甲迟早会耗尽能源。你停下脚步，猩红的机械眼盯着他，没有出声。林若雪以为你心动了，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你现在求我可以做主让你加入楚风的队伍，只要你听话，我们分你1点积分，保你及格。冰冷刺骨的机械合成音硬生生打断了林若雪的话。林若雪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你说什么？我好心帮你，你别不知好歹，你连看都懒得多看他一眼。沉重的机械腿迈开，直接撞开挡路的林若雪，头也不回地踏入了散发着幽光的传送门。林若雪被撞了一个趔趄，险些摔倒，气得浑身发抖。好，我看你怎么在里面出局！一阵天旋地转后，你重重砸在坚硬的地面上，沉重的装甲踩出2个深坑，周围是一片荒无的焦土，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异兽气息。系统面板立刻弹出红色的警告，已降落至高级异兽区。还没等你站稳，四周的废墟中亮起了一双双猩红的眼睛，低沉的嘶吼声从4面8方传来，数十只体型如牛、浑身长满黑色骨刺的3阶虚拟异兽嗜血魔狼正将你团团包围。外界体育中心上空的巨大全息屏幕正好切到了你的视角，全场观众倒吸一口凉气，这小子什么运气，直接掉进高级狼窝了。完了，这可是几十只3阶魔狼，4阶异能者被围住都得拖从底，机甲再硬有个屁用。秘境内几十只嗜血魔狼后腿猛地发力，化作几十道黑色残影，张开血盆大口，从各个方向朝你扑杀过去。面对铺天盖地的攻击，你没有后退半步。面罩下，你的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笑。装甲防御力测过，现在该测火力了。你双手反穿到背后，从机甲的挂在槽里抽出了2根用废弃水管改装的粗大圆筒。外界大屏幕前，楚风的跟班忍不住嗤笑出声：死到临头了，拿2根破水管出来干什么？话音未落，你双手握住圆筒握把，
咔嗒，生锈的伪装铁皮瞬间脱落，露出里面6根冰冷粗暴的重型枪管，齿轮疯狂咬合，枪管开始高速旋转，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嗡鸣声。考官盯着屏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指着那2把武器大喊：“这竟然是高频能量脉冲炮！”屏幕里以猩红的机械眼猛地爆发出刺目的红光，冰冷的机械音响彻整个考场。系统充能完毕，全功率开火，枪管爆发出刺目的火舌，2把高频能量脉冲炮同时开火，瞬间在你身前交织出一道密不透风的能量风暴，冲在最前面的几只3阶嗜血魔狼连躲避的动作都没做，就被密集的能量弹击垮，当场淘汰出局。你转动机械臂，2道能量火鞭在狼群中无情的扫射，3阶异兽在恐怖的火力覆盖下，如同割麦子般成片宰相。他们引以为傲的火刺防御，在能量弹面前不堪一击，连靠近你10米都做不到。不到1分钟，几十只嗜血魔狼全部被击溃，化作点点光芒消散，变成积分飞入你的积分器。外界体育中心死一般寂静，巨大的全息屏幕上，你的积分如同坐火箭一般疯狂飙升，1000分、5000分、10000分，短短1分钟，你的名字直接冲到了排行榜第1，把第2名的楚风远远甩在后面。观众席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惊呼，全场都在喊着你的名字。秘境内，楚风带着10几个跟班刚刚赶到高级区，他原本是来看你被魔狼围攻出局，结果却看到了一地消散的光点，以及排行榜上你那刺眼的第1名。楚风的脸部肌肉剧烈抽搐，嫉妒和愤怒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江白，楚风咬牙切齿，猛地挥手，给我上，围住他，出了事我楚家担着。10几个跟班互相对视一眼，纷纷催动异能，漫天的火球、冰锥、风刃，铺天盖地的朝你砸了过去。林若雪站在楚风身后冷笑，机甲最怕的就是元素攻击，高温和极寒交替，他那身破铜烂铁马上就会失去作用。面对铺天盖地的异能攻击，你没有躲避，你按下了装甲控制面板上的幽蓝色按钮，绝对立场启动，一层幽蓝色的半透明能量护盾瞬间以你为中心撑开，所有的火海、冰锥、风刃砸在护盾上，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激起，瞬间溃散于无形。这就是从军用废品中提取的 S 级防御属性。楚风等人的攻击连给这层护盾造成影响都做不到，全场再次陷入死寂。楚风脸上的冷笑僵住，跟班们也停下了攻击，满脸惊恐地看着那道幽蓝色的护盾。这不可能！楚风浑身发抖，你一个 F 级的普通人，怎么可能有这种级别的防御？你缓缓转过身，沉重的装甲踩在胶土上，留下深深的脚印。你抬起双臂，2把还在冒着青烟的脉冲炮缓缓对准了楚风和林若雪，枪管再次开始旋转。你通过装甲扩音器开口，刚才打得很爽是吧？现在轮到我了，你们猜是你们的异能护盾1，还是我的能量弹力？楚风双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林若雪更是吓得花容失色，尖叫出声：江白，你敢淘汰我？大考恶意攻击考生是违规的。你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火，谁说我要恶意攻击了？我只是正常参与考核而已。你顿了顿，语气里透着毫不掩饰的压迫。系统换装高爆能量弹，准备开火。楚风，你觉得你能扛住几发？冰冷的机械音回荡在胶土上，楚风脸色惨白，死死盯着那2个黑洞洞的炮管，他咬破舌尖，强行压下心头的恐惧，周身爆发出狂暴的赤红色烈焰。少在这装神弄鬼，我是 S 级火系，我的火焰护盾能融化一切金属。开火啊！我看你怎么破我的防。一层厚重的火焰壁垒将他和林若雪死死护在中间。时代变了，不明事理的人，你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突突突突突，沉寂的脉冲炮再次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半米长的火舌从枪口喷吐而出，密集的高爆能量弹化作2道暗红色的金属平流，狠狠撞击在楚风的火焰护盾上。轰轰轰！楚风引以为傲的 S 级火焰护盾在接触到能量弹的瞬间剧烈扭曲，高爆弹的高温和恐怖的动能穿透。1秒，护盾光芒暗淡；2秒，护盾布满蛛网般的裂纹；3秒，咔嚓一声，坚不可摧的火焰壁垒轰然碎裂。不，这不可能！楚风绝望地瞪大眼睛，能量风暴瞬间将楚风的队伍彻底淹没，10几个跟班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就被能量冲击击溃。秘境的保护机制瞬间触发，一道道刺眼的白光接连亮起，10几个跟班化作白光，被强制传送出考核密则，直接淘汰。能量弹擦着楚风的身体飞扑，突突2声，楚风的膝盖被能量冲击波及，瞬间失去了支撑力，啊的一声惨叫，双腿一软，重重的跪倒在你面前，枪声戛然而止，焦土上硝烟弥漫。你操控着沉重的动力装置，一步步走到楚风面前，机械腿踩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宛如倒计时的钟声。楚风浑身被冷汗浸透，双腿的剧痛让他浑身抽搐，他惊恐地看着面前这尊散发着黑火的机械机甲，彻底慌了神。你敢动我？我可是楚家大少，你动了我，楚家绝对不会放过你。楚风色厉内荏的威胁着，身体却拼命往后缩。你没说话，抬起沉重的机械右脚，毫不留情地踩在楚风的右手腕上。楚风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手腕瞬间失去了力气，再也凝聚不出火。你弯下腰，机械手指精准地从楚风的口袋里夹出那枚象征积分的芯片，直接捏碎，积分瞬间清零。楚风绝望地看着这一幕，白光一闪，他也被秘境判定失去战斗力，强制传送了出去，直接淘汰。现场只剩下林若雪一个人，她瘫坐在地上，精致的妆容早就被眼泪和泥土弄花，名贵的衣服沾满灰尘，狼狈不堪。看着你转过头，猩红的机械眼锁定自己，林若雪彻底崩溃了。江白，不要，求求你放过我，我们以前订过婚的，我知道错了，只要你不淘汰我，我什么都答应你。你垂下眼眸，看着脚边这个卑微到极点的人，冷冷吐出一句话：你不过是我早已不在意的人。随后抬起脉冲炮，坚硬的枪托轻轻砸在林若雪的肩膀上，砰的一声，林若雪惨叫一声，白光闪过，林若雪被强制淘汰出局。世界终于清静了。外界，星城体育中心广场，10几万人的观众席鸦雀无声，所有人死死盯着全息屏幕上的积分排行榜。第1名江白，积分156000；第2名空，后面的名字全是一连串的零。断层第一，嗡。考场中央的传送能量器，你穿着那身暗红色的重装动力装，缓步走出传送门，装甲表面还残留着硝烟，宛如一位刚刚结束战斗的君王。全场依旧死寂，紧接着爆发出海啸般的欢呼，所有人都在喊着你的名字。就在这时，贵宾席上传来一声饱含怒
意的怒吼：“小子，你敢废我儿子的前程，我要你付出代价！”一股恐怖的五阶威压如同泰山压顶般席卷全场。楚家家主楚天雄双目赤红，从高台上一跃而下，化作一头暴怒的烈焰狂狮，直扑你而去。你停下脚步！猩红的机械眼迎上楚天雄的目光，脉冲炮的枪影再次缓缓转动。江白，这可是5阶强者，你的装甲扛得住吗？苏清寒清冷的声音突然在你的私人频道里响起，你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你马上就知道了。面对5阶强者的冲击，你不仅没退，反而按下了装甲胸口那个从未用过的黑色按钮。楚天雄的烈焰巨爪已经到了你头顶，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你按下了按钮。轰！装甲内部的 V8引擎发出超负荷的咆哮，核心处那团漆黑的湮灭之火瞬间被抽干，顺着机械右臂的排气管喷涌而出，化作一道漆黑的火柱，迎面撞上5阶的烈焰巨爪。两股力量在半空中轰然相撞，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令人牙酸的中和声。普通的 S 级火焰在湮灭之火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被迅速吞噬消融。楚天雄脸色骤变，只觉得一股霸道至极的力量顺着手臂蔓延过来，他猛地切断异能，身形被硬生生震退了半步。你也被震得后退数米。沉重的动力装甲在地面上移出2到10几米长的深沟，胸口的装甲板被高温烧得通红，发出刺耳的警报声。但你挡住了 F 级机械师用一堆废品打造的机甲，正面硬扛了5阶强者的一击。全场10几万人倒吸一口凉气，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老东西，5阶就这点力气，没吃饭吗？你稳住身形。猩红的机械眼死死盯着楚天雄，语气里满是嘲弄。楚天雄怒火攻心，堂堂5阶被一个年轻人嘲讽，他今天不拿下你是不为人。再次暴起，但就在这时，一股极寒的威压从天而降，一道厚重的冰墙瞬间横在2人中间，将周遭的温度降至冰点。苏清寒一袭制服挡在你身前，他冷冷地看着楚天雄：“楚家主当着我弟妹在大考现场攻击考生，你当城防总署的规定是摆什么？”楚天雄死死捏着拳头，指甲嵌进肉里。他看了一眼高台上那些黑洞洞的城防炮，最终只能咬碎牙齿往肚子里。苏指挥官教训时，楚风技不如人，我认栽。楚天雄恶狠狠地瞪了你一眼，转身抱起瘫软在地的楚风，灰溜溜地离开了考场。苏清寒转过头，看着你那身冒着黑烟的装甲，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干得不错。10分钟后，颁奖典礼，你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苏清寒亲自为你戴上星辰状元的徽章，全城媒体的闪光灯疯狂闪烁。曾经的 F 级机械师，今天彻底站在了星辰的顶端。颁奖结束，你卸下装甲，走向后台休息室，刚推开门，一个狼狈的身影就扑了过来，是林若雪。她的脸被治愈系异能者简单处理，但依旧有些肿胀，名贵的裙子上沾满灰尘。她死死堵在门口，眼神里闪烁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光。江白，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林若雪仰起脸，语气激动，你眉头一皱，你脑子被打坏了。林若雪却仿佛没听见，自顾自地说着，你别装了，你费这么大劲搞出这身机甲，甚至不惜得罪楚家也要拿第一，不就是为了向我证明你比楚风强吗？我承认，你今天的表现确实引起了我的注意，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扑哧，你直接被气笑了，这女人的偏执程度简直离谱。林若雪，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要围着你转？你冷冷地看着她，像看一个陌生人，难道不是吗？不然你为什么？你懒得跟她废话，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的全息投影，按下了播放键。这个投影早就连接了体育中心后台的公共广播系统。下一秒，一段清晰的录音通过场馆内外几百个大喇叭响彻整个星城体育中心。楚风少爷，江白的雷系异能已经全部平息，手术很成功，干得好，给他随便安个罪名送进监管所。3年后他就是个连异能都用不了的普通。记住，这件事绝不能让外人知道。录音里，楚风和楚家私人医生的对话清晰无比，整个体育中心瞬间死寂。紧接着，全场哗然，媒体记者们像疯了一样开始疯狂记录楚家苦心经营的形象，在这一刻轰然崩塌。林若雪脸上的自信瞬间僵住，面如死灰，她难以置信地看着你。你疯了！你敢把这个放着？楚家不会放过你！你居高临下的看着瘫软在地的林若雪，眼神如看一堆无关紧要的杂物。你这种人，倒贴我都嫌麻烦。你一脚踢开挡路的林若雪，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休息室，留下林若雪在无数媒体闪光灯的围堵下，彻底身败名裂。与此同时，新城楚家庄园的地下密室里，楚天雄看着大屏幕上的直播画面，手中的高脚杯被捏得粉碎，玻璃渣刺破手心，鲜血滴落在地。好一个江白，敢毁我楚家根基！楚天雄双目赤红，宛如一头被逼入绝境的野兽。他转过身，看向阴影处的人，通知下去，启动最高级别的应对方案。今晚我要江白和他那个废品站彻底从星城消失。贫民窟废品站，你刚把那套冒着黑烟的重装动力装甲卸下，随手扔在角落。啪！头顶摇摇欲坠的白炽灯瞬间熄灭，整个废品站陷入彻底的黑暗，连水管里滴答漏水的声音也戛然而止。外面街道传来密集的轮胎摩擦声和杂乱的脚步声。你走到窗边，掀开破布帘，原本就脏乱的街道上，几十辆黑色防爆越野车将废品站前后门堵得死死。一群穿着楚家制服的护卫拉起了封锁线，把周围街区彻底封锁，断水、断电，全封闭。你冷笑一声，楚天雄这老东西动作倒是挺快。突然，废品站后院的空气一阵扭曲，一辆军用重型隐形运输车铁服光旋移塔，稳稳停在空地上。车门开启，苏清寒穿着一身干练的黑色作战服跳下车，几个安保人员动作麻利地卸下一个长达10米的巨大金属集装箱。苏清寒走到你面前，语气严肃。楚天雄彻底急了，他动用了楚家所有底牌封锁阵，还花重金请了地下竞技排名前10的5阶高手引荐。今晚他要你彻底出局。你根本没看苏清寒，而是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巨大的集装箱。这里面是什么？这里面是总署给你准备的材料，军方介入会引发高层矛盾，你需要我留下几个人保护你。苏清寒皱了皱眉，你走上前，一脚踹开集装箱的金属大门。5阶高手正好拿来给我的新玩具测试性能。
头也不回，东西送到，你就可以走了。苏清寒看着你自信的背影，没再废话，带着安保人员迅速撤离。废品站再次安静下来，你站在集装箱前，里面静静躺着2样庞然大物，一块长达5米、布满胶痕的特种合金板材，一台外壳破损，核心处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报废高容量能量核心。系统提示音在你脑海中疯狂炸响，叮，检测到极高为废品残骸。特种合金甲板可提取 SSS 级属性，不灭堡垒，报废高容量能量核心，可提取 SSS 级属性，无限能源，以呼吸加重。目前这套动力装甲虽然强，但终究只是外部，靠 V8 引擎驱动，上限太低。有了这2样东西，你终于可以手搓一台真正的3米级全副式机组。系统全部提取，耀眼的蓝光在黑暗的废品站内冲天而起，合金甲板化作漫天金属流光，能量核心的核心被强行抽出，你以自己为中心，引导着这些狂暴的能量开始重塑。与此同时，距离废品站400米外的一处烂尾楼顶，一个浑身笼罩在黑雾中的干瘦男人，正用特制瞄准镜锁定着废品站的大门。5阶雷系高手尹刃，他看着废品站里闪烁的诡异蓝光，按下通讯器，楚家主，目标确认，10分钟内我拿下他。废品站内，狂暴的能量顺着机械神经涌入你全身，一台高达3米的暗红色钢铁巨手正在蓝光中迅速成型，厚重的特种合金装甲层层叠加，胸口处幽蓝色的能量核心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坐在驾驶舱内，握紧操纵杆，系统把能量核心出力调到最大，外面的人已经等不及了。你说这台3米级的全动力机甲一拳能不能把5阶高手彻底击溃？轰隆，幽蓝色的能量核心在机甲胸口发出沉闷的咆哮，庞大的能量顺着粗壮的机械神经瞬间贯穿全身。你坐在逼仄的驾驶舱内，看着系统面板上疯狂跳动的数据 ，SSS 级属性不灭堡垒，融合进度100%，长达5米的特种合金甲板化作液态金属，顺着3米高的重型骨架迅速盘摆凝固，一层层厚重漆黑的特种装甲板死死扣合，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不到10秒，一台高达3米、通体漆黑的钢铁巨手彻底屹立在废品站的空地上。你握住操纵杆，机甲巨大的右臂猛地挥动，带起一阵刺耳的音浪，力量足够了，防御也拉满了，但你眉头微皱，光靠拳头砸对付5阶雷系那种敏捷型对手，效率太低。你目光扫过废品站角落，那里堆着昨天刚收来的10几个废旧微波炉。系统提取所有微波炉核心，叮，提取成功，获得高频微波发生器15。你意念一动，庞大的能量瞬间包裹住这些破烂零件，融合重塑，半空中火花四溅，10几个微波炉核心被强行压缩重组，化作一根布满繁复线路的暗红色炮管。机甲左肩的厚重装甲缓缓裂开，炮管精准嵌入，严丝合缝，高能粒子炮组装完成。当前充能需依托能量核心，一发可击溃3阶以下一切防御。你嘴角勾起一抹冷笑，3阶把能量核心的输出功率拉到极限，今天我要让5阶也彻底出局。你食指如飞，在操作台上快速挑机，进行最后的线路对接。与此同时，400米外的烂尾楼顶，尹刃通过夜视瞄准镜，死死盯着废品站内逐渐平息的蓝光。夜风吹得他身上的黑袍猎猎作响，他一把扔掉手里的狙击枪，干瘦的双手猛地合十，噼啪，刺目的紫色电弧从他掌心凭空炸开，迅速蔓延至全身。5阶雷系异能全面爆发，周围的空气瞬间被高压电飞，散发出刺鼻的臭氧味。尹刃纵身一跃，犹如一只巨大的夜枭，直扑废品站屋顶。他悬停在半空，周身环绕着水桶粗的恐怖雷电锁链，宛如执掌天罚的强者。楚天雄真是越活越回去，杀一个没有异能的 F 级也配让我亲自出手。尹刃冷漠地俯视着下方漆黑的废品站，他抬起右手直指苍穹，轰隆，云层中酝酿已久的雷霆似乎受到了牵引，一道水桶粗的狂暴落雷撕裂夜空，带着毁灭一切的威势，笔直地砸向废品站。砰！本就破败的废品站屋顶瞬间被雷柱击穿，化作漫天焦黑的碎片，刺目的雷光势如破竹，直逼地下车间，照亮了那台刚刚接通最后一根线路的漆黑机甲。驾驶舱内，刺耳的红色警报声疯狂回荡，警告检测到极高频能量打击，危险等级5阶。你没有丝毫慌乱，反而按下了肩部粒子炮的通能按钮，能量核心发出超负荷的惊喜，暗红色的炮口开始凝聚出令人心悸的蓝光。你抬头看着头顶砸落的雷珠，通过机甲外部扩音器，声音冰冷地传出：5阶的朋友，你猜是你这道雷块，还是我的炮块？轰隆，水桶粗的狂暴雷柱毫无阻碍地砸穿了废品站的地下车间，刺目的雷光瞬间吞没了你所在的位置，恐怖的高温将周围的废旧金属融化成铁水，整个废品站的地面猛地向下塌陷了数米。半空中，尹刃看着下方化作一片焦土废墟，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还问谁快？一个 F 级的普通人也敢在5阶面前大言不惭？尹刃摇了摇头，转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废墟深处突然传出一阵低沉、极具压迫感的机械轰鸣声，那声音不像常规引擎，更像是某种被囚禁的巨兽在疯狂咆哮。大地开始剧烈震颤，砰！一只漆黑的钢铁巨手猛地破开厚重的混凝土废墟，一把掀飞了压在上面的承重墙，烟尘散去，两盏猩红的电子巨眼在黑暗中骤然亮起。一台高达3米、通体漆黑的钢铁巨手从废墟中缓缓站起，幽蓝色的能量核心在机甲胸口疯狂运转，爆发出恐怖的能量波动。尹刃猛地回头，瞳孔骤然收缩，干瘪的脸上写满了活见鬼的表情。他引以为傲的5阶雷电劈在这台机甲厚重的黑色装甲上，竟然连一丝白印都没留下，这不可能！5阶雷霆连特种合金都能击穿，你这破铜烂铁怎么可能毫发无损？尹刃失声尖叫。驾驶舱内，你看着系统面板上不灭堡垒100%的防御装，冷笑出声。特种合金甲板加上系统重塑，你根本破不了。你目光扫向操作台，高能粒子炮的通能进度条刚好跳到100%。你喜欢玩电？巧了，我也喜欢。机甲巨大的左肩缓缓抬起，暗红色的炮管对准半空中的引刃，耀眼的白光在炮口疯狂凝聚，周围的空气因为极致的高温开始剧烈扭曲，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瞬间笼罩了尹刃全身，他头皮发麻，浑身汗毛倒竖。5阶异能者的直觉疯狂警告他，再不走就会彻底出局。好，尹刃再也顾不上高爽风范，疯狂催动体内剩余的雷电印，化作一道残影向远处逃去。
火控雷达已锁定，机械提示音在驾驶舱内响起。里面无表情的看着屏幕上疯狂移动的红点，大拇指重重按下了红色的发射键，开火！嗡，没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道粗壮到夸张的纯白粒子光束，带着毁灭一切的威能，瞬间撕裂了夜空。光束的速度快到超出了人类视觉的极限，精准无误地贯穿了半空中的影刃。影刃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绝望的喊，整个身体就在极致的能量冲击中彻底失去了意识，被秘境保护机制强制传送出局。粒子光束去势不减，犹如一把光剑，直直切开了废品站后方的街道。楚家布置在外围的几十辆防盗越野车，连同里面潜伏的暗哨，在白光扫过的瞬间全部被击溃，失去了行动能力，一击制服，跨越3个大境界，将5阶高手连同半条街的封锁彻底打点。白光消散，你看着外部监控传来的画面，机甲前方出现了一道深达数米、长达1000米的恐怖沟壑，沟壑边缘的泥土和钢铁全部被融化成了晶莹剔透的琉璃状，散发着骇人的高温。你操控机甲甩了甩右臂，吹了吹并不存在的炮口硝烟，5阶就这。与此同时，楚家庄园的地下密室里，楚天雄死死盯着眼前的大屏幕，代表影刃和几十名精锐手下的生命信号，在同一时间全部变成了刺眼的红色与视力。家主没了，全没了。废品站那边传来高能反应，半条街的人都失去了人形，手下跪在地上，浑身抖得像筛糠。楚天雄瘫倒在太师椅上，脸色惨白，彻底打完。你正准备解除机甲收拾残局，咔嚓，头顶突然传来一声极其刺耳的巨响，就像是整片天空被硬生生砸碎了一块玻璃。你猛地抬头，星辰万米高空的夜幕毫无征兆地裂开了一道巨大的黑色缝隙，浓郁到令人作呕的深渊气息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紧接着，一只遮天蔽日、燃烧着黑色火焰的巨头缓缓从裂缝深处探了出来，全程最高级别的 S 级防空警报在同一时间凄厉地拉响。你胸前的通讯器突然疯狂闪烁，接通后传来苏清寒焦急到破音的吼声：江白，快跑！6阶暗影炎魔兽王降临，城防防线已经全线崩溃，你那台刚造出来的机甲能顶得住6阶的攻击吗？苏清寒在通讯器里声嘶力竭的吼，背景音全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惨叫。你坐在逼仄的驾驶舱内，抬头看着外部监控传来的画面，万米高空的深渊裂缝中，那只探出的巨爪燃烧着黑色的火焰，连周围的云层都被瞬间蒸发成虚无。苏指挥官，纠正一下，这不是顶不顶得住的问题。这时，天上掉极品材料，通讯器那头愣了一愣，紧接着信号被强烈的电磁干扰切断，只剩下一片刺耳的盲音。你随手关掉通讯，天空中那道长达万米的深渊裂缝彻底张开，密密麻麻的黑点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那是数以10万计的异兽，史无前例的 S 级兽潮，毫无征兆的降临星城后，一声震碎苍穹的咆哮从裂缝深处传出，一头体型超过100米的恐怖巨兽硬生生挤出裂缝。6阶巅峰暗影炎魔兽王，他浑身流淌着岩浆般的暗黑火焰，每一次呼吸都让周围的空气剧烈扭曲。星城引以为傲的城防能量富贵，在他面前就像一张脆弱的窗户纸，触之即碎，全城瞬间沦为险境。另一边，楚家庄园，楚天雄看着窗外的末日景象，连影刃被击溃的恐惧都顾不上，脸色煞白，启动备用方案，所有人上装甲车，去西郊的私人飞船基地，立刻撤离。楚风拖着还没痊愈的双腿，连滚带爬地钻进特种防爆车，林若雪紧紧贴着楚风，吓得花容失色，名贵的礼服上沾满了泥土和灰尘。车队撞开庄园大门，碾压着街道上惊恐奔逃的平民，疯狂向城外逃快。可没走多远，前面的路就被堵死了，几头体型如坦克的4阶铁甲犀牛，带着满身血腥味，重重地砸在车队前方。轰！领头的装甲车被一头犀牛直接顶翻，在半空中解体，火光冲天。楚风所在的车猛地急刹，车厢内人仰马翻，一头4阶异兽猩红的眼睛盯上了他们，锋利的爪子如同切豆腐，直接撕开了厚重的防爆车门。楚风吓得瘫倒在座椅上，浑身抖个不停。林若雪绝望的尖叫，死死抓着楚风的胳膊。楚风，你不是 S 级天才吗？快用异能啊，救我！楚风哆嗦着手，脸色惨白如纸，连一簇最基础的火苗都捏不住。市中心第一防线，苏清寒驾驶着种属特制的4阶机甲，挥舞着高频震荡刃，将一头扑上来的3阶异兽劈成2半，但异兽太多了，根本杀不完。天空中，暗影炎魔兽王张开深渊巨口，一颗犹如陨石般的黑色火球轰然砸下，轰隆！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被瞬间夷为平地，恐怖的冲击波将苏清寒的机甲掀飞上百米，机甲驾驶舱内警报狂闪，多数系统瘫痪。苏清寒猛地吐出一口鲜血，看着满城的废墟和不断被异兽击溃的士兵，眼中满是化不开的绝望。防线全线崩溃，6阶兽王的威压根本不是人力可以抗衡的。星城完了！就在所有人都陷入绝望的时候，废品站地下车间，你坐在漆黑的机甲内，系统面板正疯狂闪烁着刺眼的红光，检测到高维生物能量，目标6阶暗影炎魔兽王，可提取极品属性深渊火种，6阶不灭晶核。你看着屏幕上的数据，眼中没有半点面临险境的恐惧，反而透着一股看到绝世珍宝的狂热。6阶兽王晶核，这可是打造下一代机甲的完美核心啊！你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手指在操作台上飞速跳动，猛地推下操作台上的红色拉杆，机甲胸口的能量核心爆发出刺目的蓝光，输出功率瞬间拉满，3米高的钢铁巨兽双腿猛地屈膝，砰！废品站残存的地面彻底塌下，机甲犹如一颗黑色的逆飞流星冲破废墟，直奔市中心而去。与此同时，苏清寒濒临瘫痪的公共通讯频道突然强行挤进来一个极其刺耳的电流声，紧接着你那冰冷中带着一丝兴奋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苏清寒的耳朵里：苏指挥官，别急着放弃，天上那头大蜥蜴的金壳我看着你帮我拖他30秒，我来取他的核心。通讯器里刺耳的盲音让苏清寒愣在原地，拖住6阶兽王30秒，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这台4阶机甲连兽王的一把火头都扛不住，拿什么拖？统帅，左翼防线溃退，3阶异兽群冲进来，副官绝望的吼声在公共频道炸响。苏清寒咬碎了
啊！不管你是不是在冒险，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全军听令，把所有能量护盾集中到市中心广场，给我死死顶住天上那头异兽！他猛推操作，受损严重的4阶机甲爆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迎着漫天黑炎冲了上去。与此同时，城西贫民区边缘，楚风疯狂地挥舞着双手，一团团 S 级火焰砸向前方，平时能融化钢铁的烈焰砸在眼前这头4阶嗜血古狼的骨甲上，连个黑印都没留下。他引以为傲的 S 级天赋，在真正的异兽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他和林若雪的车队全军覆没，两人慌不择路地逃进了一条死胡同，身后是3米高的水泥墙，前方是步步紧逼的4阶异兽。楚风，救我！快杀了他！林若雪瘫坐在泥水里，死死抓着楚风的裤子，精致的脸庞因为极度恐惧而扭曲。古狼低吼一声，腥臭的口水滴落在地，后腿猛地发力，化作一道残影扑了上来，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楚风双腿一软，在极度的恐惧下，他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活下去，别怪我。楚风猛地转头，一把揪住林若雪的头发，将她整个人像破麻袋一样狠狠甩向了扑到半空的土地。林若雪重重摔在满是碎石的地上，膝盖磕得血肉模糊。她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那个口口声声说会保护她一辈子的楚风，居然连头都没回，踩着旁边的垃圾桶，拼命翻过了那堵3米高的墙壁，跑了，拿她当诱饵，自己跑了。五郎的利爪瞬间撕裂了林若雪昂贵的羽线，锋利的獠牙在瞳孔中急速放大，冰冷的雨水混合着泥水拍在脸上。林若雪绝望地闭上眼睛，这一刻，她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3年前的一个雨夜，几名混混把她堵在巷子里，是那个被她视为普通人的你，手里死死攥着一块板砖，满脸是血的倒在她身前，咬着牙说：“别怕，有我在。”悔恨如同千万只毒蚁，疯狂啃噬着她的心脏。如果当初没有撕毁婚书，如果当初没有当众羞辱你，现在挡在她面前的会不会还是那个男人？江白，对不起。林若雪绝望地流下眼泪。轰！就在古狼的獠牙即将咬碎林若雪喉咙的瞬间，天顶之上突然传来一声震碎云霄的恐怖音爆，狂暴的冲击波自上而下席卷全城，周边的玻璃幕墙在同一时间齐刷刷炸裂，整个星城仿佛按下了暂停键。所有苦苦支撑的异能者、肆虐的异兽，甚至连那头6阶兽王都下意识地抬起了头。林若雪呆滞地睁开眼，只见万米高空之上，一颗漆黑的流星拖拽着幽蓝色的尾焰，以突破音障的恐怖速度笔直地砸向市中心。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重金属轰鸣，那根本不是什么流星，而是一台高达3米、通体漆黑、散发着极致力量感的钢铁巨手。机甲胸口的能量核心爆发出刺目的蓝光，猩红的电子眼死死锁定了半空中的6阶兽王，冰冷、机械却带着无尽战意的声音，通过装甲扩音器，如同神明法旨般响彻整座星城。天上那头大蜥蜴，你的金盒我收了。面对这台天降的钢铁巨手，6阶暗影炎魔兽王发出了愤怒的咆哮，漫天黑炎瞬间朝机甲席卷而去。轰隆！震耳欲聋的巨响在死胡同内炸开，一台通体漆黑、高达3米的钢铁巨手，犹如陨石般精准砸在林若雪身前不到半米的地方。狂暴的物理冲击波化作实质的气流，那头连楚风 S 级火焰都烧不穿的4阶嗜血古狼，连惨叫都没发出一声，瞬间被恐怖的动能震飞，狠狠撞在墙上，彻底失去了意识。腥臭的血雨混合着泥水，劈头盖脸的浇了林若雪一身。她瘫坐在地上，呆滞的仰起头，巨大的机甲如同一座不可逾越的黑色河台，胸口散发着刺目的幽蓝河光，猩红的电子眼透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林若雪浑身剧烈颤抖，牙齿都在打架。这是什么怪物？就在这时，机甲厚重的装甲缝隙中传出一道冰冷、没有丝毫情绪波动的声音：“滚开！别挡着我赶路！”这声音，林若雪瞳孔骤然收缩，心脏仿佛被一柄大锤狠狠砸碎。是你的声音！你这个被他当众退婚、被全城嘲笑只会摆弄破烂的2级机械师，竟然是这尊神明般机甲的驾驶者！强烈的荒谬感和悔恨瞬间吞噬了他。如果他没有退婚，现在站在这台无敌机甲身后，就是他林若雪。江白，是你吗？江白！林若雪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连滚带爬的扑向机甲的机械腿，哭得撕心裂肺：“救我！带我走！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机甲没有丝毫停顿，砰！粗壮的机械腿猛地发力，反冲引擎喷吐出幽蓝色的尾焰，强大的气流直接将林若雪掀飞出去，重重撞在垃圾堆里。你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操纵机甲拔地而起，化作一道黑色闪电，直奔市中心而去，只留下林若雪瘫在恶臭的垃圾堆里，望着远去的光芒，绝望的嚎啕大哭。市中心第一防线，苏清寒驾驶着残破的4阶机甲，死死盯着天空中那道急速逼近的黑色流星。真的来了！苏清寒眼中闪过一抹难以置信的狂热，沿途密密麻麻的飞行异兽，试图阻拦你这台不速之客。挡路者出局！你端坐在驾驶舱内，双手快速拉动操作杆，机甲肩部的高能粒子炮瞬间完成充能。嗡轰！刺目的白色光柱撕裂夜空，犹如一把神罚之剑，硬生生在密集的兽巢中离出一条真空血路。数以千计的低阶异兽在几万度的高温中瞬间被击溃。6阶暗影炎魔兽王感受到了蝼蚁的挑衅，猛地转过庞大的头颅后，兽王张开深渊巨口，一道足以融化特种合金的暗影烈焰喷涌而出，化作一片黑色火海，将你的机甲彻底吞没。江白，苏清寒在通讯频道里失声惊呼，那可是6阶兽王的本命黑炎。然而下一秒，砰！漆黑的机甲犹如一头蛮荒巨兽，硬生生撞碎了漫天黑炎，冲了出来。机甲表面覆盖着一层幽蓝色的绝对防御力场，连一丝漆皮都没被烤焦，就这点温度，连给我机甲热身都不够。你冷笑一声，手指重重按下操作台上的武器解锁键，咔咔咔，机甲右臂的装甲迅速翻转，一把由废旧电锯改装、融合了空间切割属性的高频震荡链锯键弹射，狂暴的链锯引擎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切割刃上闪烁着撕裂空间的漆黑烈火。你操纵机甲高高举起链锯键，猩红的电子眼死死锁定兽王的脖颈，引擎动力推至极限。大蜥蜴，借你的核心一用。苏清寒看着天空中即将碰撞的一大一小2个虚影，声音颤抖的在通讯频道里喊。江白，你疯了吗？那可是6阶肉身，你的冷兵器怎么可能切得开？苏清寒的惊呼声还在通讯频道里回荡。天空中一黑一红2道庞大的虚影已经轰然相撞。嗡！高频震荡链锯键发出令人牙酸的火
乎艰辛，连周围的空气都被震出一圈圈肉眼可见的波纹。切割刃上那层漆黑的空间裂痕，狠狠砸在暗影炎魔兽王坚不可摧的头部上。吃啦！没有苏清寒预想中的金属崩断声，伴随着漫天狂飙的火花和腥臭的黑血，高频震荡无视了兽王引以为傲的魔法抗性，犹如烧红的餐刀切入黄油，瞬间破开了那层连4阶机甲主炮都轰不穿的骨甲。后，6阶兽王发出了凄厉到极点的惨叫声，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堆散发着废铁味的铁疙瘩竟然能伤到自己。剧痛之下，兽王疯狂挣扎，遮天蔽日的巨爪裹挟着暗影烈焰，狠狠拍在机甲的侧装甲上。砰！沉闷的撞击声响彻云霄。然而，机甲表面那层幽蓝色的绝对防御力场仅仅只是泛起了一阵涟漪，连机身都没晃动一下。就这点力气，没吃饭吗？你端坐在驾驶舱内，猩红的电子眼闪烁着冰冷的杀机，你双手猛地将操作杆推到，能量核心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给我开！狂暴的动力灌入机械右翼，链锯剑的转速瞬间飙升到极限。吃！在全程数百万双绝望又震撼的目光中，你那台漆黑的机甲顶着兽王的疯狂反扑，硬生生将链锯剑压了下去，从头骨到脖颈再到脊椎，一路摧枯拉朽。轰！庞大的6阶兽王竟然被你这台3米高的机甲彻底击溃了核心，庞大的身躯重重砸向地面，激起漫天烟尘。机甲沐浴在黑色的兽血中，机械左手猛地探出，在一堆碎肉中精准地掏出了一颗拳头大小、散发着璀璨红芒的6阶兽王金核。核心到手，你随手将金核丢进储物舱，随着暗影炎魔兽王的生机彻底断绝，那股笼罩全城的6阶威压瞬间消散，原本还在疯狂进攻的兽潮如同失去了主心骨，瞬间崩溃。无数异兽发出惊恐的哀鸣，掉头朝着深渊裂缝的方向拼命逃窜。星城得救了！死一般的寂静后，全城爆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前线的士兵、重伤的异能者，在这一刻不约而同地朝着天空中那台宛如战神降世的漆黑机甲单膝跪地顶礼膜拜。苏清寒呆呆地看着雷达上消失的6阶能量眼，握着操作杆的手心全都是汗。他知道，从今天起，星城的格局彻底变了。与此同时，城防军临时收容所被抓回来的楚风瘫在担架上，死死盯着大屏幕上那台沐浴鲜血的机甲，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嘴里不停念叨着：不可能，那是个废物，他明明是个 F 级的废物。楚风浑身抽搐，直接吓得精神失常，口吐白沫晕了过去。市中心废墟边缘，林若雪跪在满地泥泞中，看着大屏幕上机甲内一闪而过的冷酷侧脸，悔恨的泪水如同决堤般涌出。他亲手推开了一个能单杀6阶兽王的强者，却为了一个拿他挡刀的人沾沾自喜。轰隆！机甲从天而降，重重砸在林若雪前方的街道上，地面碎裂，巨大的机械舱门缓缓打开，你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如同烂泥般的林若雪。林若雪仿佛抓住了最后的希望，连滚带爬的冲过去，抱住机甲的机械腿，哭得梨花带雨。江白，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只要你原谅我，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什么都愿意做。你冷漠地看着他，缓缓抬起机甲黑洞洞的粒子炮管，冰冷的声音响彻街道。遗言交代完了吗？冰冷的炮管闪烁着幽蓝色的光芒，压迫感瞬间抽干了林若雪周围所有的空气。他跪在泥水里，呆呆地看着那黑洞洞的炮管，大脑一片空白。不要杀我，江白，我们以前那么好，你不能杀我。他还想继续用曾经的感情绑架，甚至扯开了自己已经被泥水浸透的衣领，试图用身体换取最后一丝生机。你坐在驾驶舱内，看着屏幕里那个摇尾乞怜的你，连冷笑的兴致都没有。淘汰他，简直脏了你的粒子炮！你不配死在我的机甲下！你连麦克风都懒得开，直接切断了外部扩音。你双手握住操作杆，猛地向上一拉，3米高的漆黑机甲微微抬起沉重的机械。林若雪以为你要踩死他，吓得尖叫一声，双手抱头缩成一团。然而机甲并没有踩下。轰！机甲腿部的推进器猛然喷射出一股强大的高温气流，狂暴的气流夹杂着碎石和泥水，狠狠砸在林若雪身上。她就像一个破布口，直接被掀飞出去10几米远，重重地砸进一个满是腥臭兽血的泥坑里。嗨嗨！林若雪在泥潭中挣扎着抬起头，满身污秽，狼狈到了极点。她绝望地看着你那台漆黑的机甲，你连看都没看她一眼，迈着沉重的步伐，踩碎满地残骸，扬长而去。那背影仿佛在无声地告诉他，你连让我多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林若雪趴在泥潭里嚎啕大哭，悔恨的泪水和着泥水流进嘴里，又苦又涩。她知道自己彻底失去了一个能把星城踩在脚下的强者，沦为了全城最可悲的笑话。一阵军靴踩踏积水的脚步声传来，苏清寒走到泥坑边，居高临下的看着烂泥般的林若雪。他那身笔挺的制服虽然沾着血迹，却依然英姿飒爽。你不配提他的名字，把他当废品的你才是真正的垃圾。苏清寒的声音冷得像冰。来人，把这个临阵脱逃、危害公共安全的人带走，按规定处罪。2名城防军士兵立刻上前，像拖重物一样将绝望尖叫的林若雪拖走。半小时后，贫民窟废品站，你操控机甲走进地下车间，沉重的机械舱门缓缓闭合，咔哧，随着一阵白色的泄压蒸汽喷出，机甲胸前的装甲板向两侧展开。你满身大汗的从驾驶舱里跳出来，你长舒了一口气，脱下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外套。这场高强度的越级战斗虽然耗尽了体力，但也让你彻底看清了这台手托机甲的6阶兽王又如何？在纯粹的机械力量和稳定能源面前，一样会被击垮。你走到工作台前，从储物舱里拿出了那颗散发着璀璨红芒的6阶兽王金核。就在金核拿出的瞬间，你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如同疯了一般开始刷屏。叮，检测到高维能量聚合体6阶兽王金核。叮，检测到星城范围内存在海量异兽残骸。叮，满足系统升级条件，是否立即融合金核？开启范围提取功能。你看着满屏的提示，嘴角勾起一抹狂热的笑容。整个星城现在遍地都是高阶异兽的尸体，那可都是没人要的极品资源。如果能开启范围提取，你就能瞬间把这座城市里的所有战利品搜刮一空。你握紧了手中的金核，眼中闪烁着野心。此时，废品站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江先生，我是苏清寒。门外传来苏清寒清冷中带着一丝急切的声音。总署高层已经下达了最高指令，您现在有空谈一笔大生意吗？你挑了挑眉，看着手中滚烫的6阶金核，缓缓走到门前。多大的生意？能装下整个星城的异兽残骸吗？腥风见血，残阳如血。市中心广场满目疮痍，断壁残垣间横七竖八的散落着高阶异兽的残骸。
天穹之上，那道撕裂天幕的深渊裂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闭合，沉重的机械足踏破废墟，3米高的钢铁巨兽从天而降，合金足底碾压过遍地碎石，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机甲表面沾满斑驳的暗紫血迹，高温排气管正向外喷吐着灼热的白烟。半小时后，贫民窟废品站，厚重的千门缓缓闭合，将外界的喧嚣彻底隔绝。地下车间亮起昏黄的探照灯，机甲胸前的装甲板向两侧滑开，伴随着泄压阀的嘶鸣，你从驾驶舱内一跃而下，作战服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后背，高强度的神经接驳驾驶极大消耗了你的体力。你走到水槽前，拧开水龙头，将冷水大把泼在脸上，水珠顺着下颚线滴落。你抬起头，看着镜子里那张苍白却锋芒毕露的脸，长长舒出一口浊气。这场越阶之战彻底验证了手搓机甲的上限，物理法则与稳定能源的完美结合，足以将那些高高在上的异能者拉下神坛。你擦干手，走到操作台前，从战术背包里取出那枚光芒流转的6阶兽王金锁。刚一接触到这枚高维能量体，视网膜上的系统面板便开始疯狂跳动，检测到高维能量聚合体，检测到周边环境存在海量残骸素材，满足升级条件，是否立即融合晶核，开启范围提取功能。你盯着屏幕，指尖轻轻摩挲着晶核表面粗糙的纹理，整个星城眼下就是一座巨大的露天矿场，满城的高阶异兽尸体，对别人来说是需要耗费巨资清理的生化垃圾，对你而言却是打造钢铁军团的无价之宝。融合指令下达，掌心的6阶晶核化作一道流光，顺着手臂经络直接钻入大脑，一阵轻微的眩晕打过，系统面板焕然一新。门外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车间的宁静。江先生，我是苏清寒，总署高层下达了最高指令，您现在方便谈一笔大生意吗？你拉过一把满是油污的折叠椅座椅，双腿交叠搭在操作台上，语气慵懒。多大的身体能装下全城的异兽残骸吗？门外沉默了片刻，紧接着苏清寒的回答干脆利落，只要您需要，整个战场的清扫权都可以归您。千门开启，苏清寒侧身让出一条道，几十辆重型军用运输车已经将废品站外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车厢上覆盖着防雨布，隐约透出令人心悸的高阶能量波动。这是总署收集到的第一批3阶以上异兽残骸，外加部分报废的重型城防武器，全当是这次谈判的见面礼。苏清寒递上一份电子清单，你接过平板，随意扫了2眼，鳞甲兽的背板，毒刺蜂的尾针，甚至是城防军报废的电磁炮管，诚意不错。你走到第一辆运输车前，一把扯下防雨布，刺鼻的血腥味混合着机油味扑面而来。刚升级的系统 2.0 版本开始运转，范围提取已激活，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逐个触碰，你只需站在车边，意念微动，无形的波纹便以你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提取成功，高阶坚韧属性加50，提取成功，神经毒素属性加30，提取成功，狂暴动能属性加40。海量的属性光球如同乳焰投鳞般涌入你的身体，废品站内堆积如山的垃圾迎来了他们的第2次胜利。最让你期待的是那枚6阶兽王晶核的专属提取。你闭上眼，调动系统核心算力，对那股庞大的暗影能量进行解析。解析完毕，获得传说级属性暗影空间跃迁，效果说明可无视物理障壁，进行短距离空间折跃，冷却时间是载体能量上限。你睁开眼，呼吸骤然粗重，空间跃迁，这意味着下一代机甲将彻底摆脱笨重的标签，拥有神出鬼没的机动性，重装防御加上瞬移突进，这在战场上简直就是收割生命的利器。系统面板跳出提示，新增功能蓝图推演，说明输入概念构想，系统将自动计算材料配比与结构力学，生成最优构造图纸。你走到操作台前，毫不犹豫地在虚拟键盘上敲下几个字 SSS 级神级机甲，进度条飞速滚动。3分钟后，一张散发着暗金色光芒的全息图纸悬浮在半空中，那是一台高度超过10米，背负着8亿能量推进器，手持等离子斩剑刀的终极人形兵器。你目光下眼，看向图纸附带的材料清单，主装甲需8阶以上星兽骸骨或同等强度特种合金100对，动力源需3枚高容量反物质能量核心，神经接驳系统需长长的清单，看得你倒吸一口冷气。这根本不是靠捡破烂就能凑齐的资源。想要打造这台神级机甲，你必须将触角延伸到整个星城的权力核心，甚至将这座城市的工业体系全部纳入自己的掌控。正当你思索如何破局时，废品站外传来一阵刺耳的悬浮车引擎声，几辆涂装墨绿的军用防弹车稳稳停在路边，全副武装的精锐卫队下车，拉开警戒线，将整条街道彻底封锁。中间那辆加长防弹车的车门打开，一位头发花白、胸口挂满紫金勋章的老者在2名副官的搀扶下走下车。老者步伐稳健，不怒自威，举手投足间带着久居上位的杀伐之气。苏清寒快步迎上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总长，老者微微颔首，目光越过苏清寒，直落在那间破败的废品站大门上。星城城防总署最高统帅苏振国，这位跺一跺脚都能让星城地震的1号人，推开副官的搀扶，独自迈步走进了这间充满机油与铁锈味的地下车间。车间内光线昏暗，苏振国停在操作台前3步远地，他没有打量四周脏乱的环境，而是将目光锁定在那个坐在折叠椅上，连起身迎接意思都没有的年轻人身上。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位铁血老帅双腿并拢，腰背挺直，朝着你深深鞠了一躬。老朽代表星城3000万军民，谢江先生救命之恩。声音洪亮，掷地有声。跟在后方的几名副官面露骇然，却无人敢出声阻止。你坐在椅子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有节奏的哒哒声。你没有必让这大人受之无愧。苏老帅客气，你指了指对面的一张破木凳，坐下谈。苏振国毫不在意木凳上的油污，大刀阔斧地坐起来，开门见山，江先生，那台能斩杀6阶兽王的机甲
总署希望能得到量产图纸，条件你随便开，哪怕是要这星城一半的税收，老朽也绝不还价。老人的眼神炽热，如果城防军能装备这种恐怖的战争机器，别说区区一次受潮，就算反攻深渊裂缝都不再还原。你停止了敲击桌面的动作，量产图纸没有。苏振国脸色微变，刚想开口加码，却被你扬手打断。那台机甲的核心技术不可复制。你语气平淡，陈述着一个事实：系统的提取与融合能力是独属于你一人的能力，任何工业流水线都无法复现。见老者眼中闪过失落，你转换话题。不过我可以提供另一种合作方案。全息投影仪开启，几份3维结构图浮现在半空中。第一代单兵外骨骼装甲，可提升普通士兵10倍负重与机动性，配备微型火控系统。第二代履带式重装机甲，舍弃了神经接驳，采用传统手动操作，防御力足以抵挡4阶异兽的正面轰炸。苏振国站起身，死死盯着那些图纸，呼吸急促。这些东西不如你那台座驾1天，但胜在可以普及。一旦列装，军方的战斗力将发生质的飞跃。你需要什么？苏振国是个聪明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站起身，双手撑在操作台上，身子前倾，极具压迫感。星城所有废品回收站、垃圾填埋场、战存处理中心的绝对控制权。第二，总署库房内所有高阶材料的优先挑选权。第三，划拨城南工业区，为我建立一座不受任何部门监管的独立机械工厂。你每说一条，副官们的脸色就难看一分。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等于要把星城的工业命脉和后勤资源全部割裂。苏振国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成交。从今天起，城南工业区更名为白地机械工厂。你将来就是星城城防总署首席机械顾问。受少将喜，见官大义举，一份电子协议迅速拟定。签下名字的那一刻，你这个曾经在贫民窟里捡破烂的普及机械师，正式登上了星城权力的牌桌，成为了掌控这座城市武力上限的幕后强者。协议收妥，你的眼神陡然转冷，周身弥漫起毫不掩饰的爱。苏老帅，合作既然达成了，我还需要一点附赠品。江顾问请讲，我要楚家近10年的所有违规证据，外加他们名下所有产业的分布，尤其是当年那个封禁我雷系异能的地下实验室，具体坐标。你的声音冷得掉渣。苏振国深深看了你一眼，没有多问，只是转头看向孙女。苏清寒上前一步，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加密 U 盘，递到你面前。楚家所有的底盘都在这里面，那个实验室就在楚家庄园地下100米，防守极其严密，有2名5阶共纵常驻。你接过 U 盘，指尖发力，金属外壳发出细微的形变声。5阶，你转身走向那台静静伫立在车间深处的机甲，背影透着令人胆寒的气场。今晚过后，星城再无楚家，引擎预热的轰鸣声在地下车间内回荡，一场新的征程即将拉开帷幕。